傻娘们当家，防倒无他。中国的这个万能的网友啊，终于挖出来了，说中国的拳击世界冠军啊，用20-30年的时间一拳拳的打出来那个2-3亿的财富的邹市明是如何被他的老婆啊冉莹莹给掏空了的。大家呢这个都表示非常的不解啊，就是短短几年时间，怎么邹市明的2-3亿资产都被掏空了呢？有中国的网友就脑洞大开，说这个冉莹莹是不是帮助邹市明转移财产啊？那转移到哪儿去了呢？好家伙，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啊！有中国的网友爆料，说邹市明开那个年租金好几千万的那个拳馆的，他用的是300万的水晶灯。这水晶灯是谁提供的呢？是冉莹莹的表弟提供的。拳击馆的水晶灯300万，他表弟提供的。拳击馆的整体装修是他表妹的公司承揽的，报价800万。拳击馆的保安队是他娘家的外甥包的，一年450万。就连场馆的绿植采购加日常养护都是亲哥负责，每年还要支出70万，大大小小的杂项还没有细数。这个邹市明啊，真应该委托专业律师仔细梳理梳理他那个拳馆是怎么赔的呀？啊，这个邹市明的2-3亿感情，哎，我记得那个韩国有一电影，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叫寄生虫啊，叫啥呀？啊，什么寄生上流叫是吧？啊，感情冉莹莹这娘家一家子都是寄生在邹市明身上的这个吸血虫、寄生虫是吗？啊，原来邹市明的财产被转移到了那个冉莹莹的娘家去了。哎，这就有点合理了，朋友们，对吗？你再看看早年那个冉莹莹的那个采访啊，网友都纳闷说这娘们怎么这么爱做生意呀？人一般人啊，有个几亿的财产，每年如果理财那个存银行的话，也有好几百万的净收入呢，她不香吗？为什么这么爱做生意呢？因为那一年我正好怀3胎，然后我又紧急就是忽然大出血，我儿子早产了，我就被送到了那个医院。基金的董事总经理跑到我的产房门口去等我，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忽然你就去生孩子了，他说但是我们基金更认为你们更牢靠了，因为你们都有3个孩子了，你们作为合伙人，这个我们更看好你们了。我估值跟你们这个人我们入10%，但是我们要分3个阶段入，并且每个阶段我们要有对赌条件。你比如说你到某个时间节点，你要进到多少所学校，当时是10家再10家再10家，也就是30所学校。但是后来我们1年我们做到了400家。大家好，我是刚刚创业的邹市明。Hello， 大家好，我是冉莹莹。其实我们一开始创业就是给市民哥办这个比赛，整个团队不超过15个人，但是我们从招商、从门票、从方方面面，我们整场比赛实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收获。我们当天的在线的点击观看是2.46亿万，3周我们达到8个亿。那么这15个人的人力成本是比较简单的。随后呢，我们准备做线下的拳击馆，因为明哥说西洋拳是在码头上，所以我们当时选了一个码头边上的一个位置，其实费用是比较高的。然后考虑到我们周末都有赛事，随着我们业务量的扩张，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队从最开始15个人变成30个人，变成50个人，人力成本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你所有的业务的支撑你需要的，你包含餐厅你就需要吧，对吧？赛事你肯定对吧，也需要吧，运营的人员是不是？那教练你也需要吧，对吧？这个门厅的运营你也需要吧，服务员对吧，你也需要。2019年我们首次开始进校园，这个时候有资本就过来了，就问我们你们怎么看待你们这个产品，你们做一个 BP 给我们，我们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有比较棒的教练，有成功的案例。资本就说很好，因为那一年我正好怀3胎，然后我又紧急忽然大出血，我儿子早产了，我就被送到了那个医院。基金的董事总经理跑到我的产房门口去等我，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忽然你就去生孩子了，但是我们基金更认为你们更牢靠了，因为你们都有3个孩子了，你们作为合伙人，这个我们更看好你们了。我估值跟你们估6个亿，我们入10%，但是我们要分3个阶段入，并且每个阶段我们要有对赌条件。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5月，
然后呢，这个董事总经理就说，哎，我们是这么想的，1步、2步、3步，然后我们分步入你们。当时我也跟他商量了，对方也提了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的。你比如说，你到某个时间节点，你要进到多少所学校？当时是10家，再10家，再10家，也就30所学校。然后明哥这个时候说事情很好，但是我们拿了人家的钱，这就是责任。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给我敲了警钟。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拳击是没有考级制度的，它不像跆拳道，你可以这个带那个带，拳击是没有考级制度的，拳击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制定。我说你说的对，那我们就婉拒人家，我们继续好好的下来做拳击的标准。所以在2019年我升完我们老三以后，我们俩就下来跟上体、上师大还有教育部出了关于拳击的考级标准，然后明哥也参与里面去编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接受这个资本，随后的实践当中也印证，可能我们是有一点幸运的。从后面的一些外界的不可抗力，那学校没办法不能上课。我们如果当时真的接受这个 offer， 正好1年时间，可能我们也真的就不能很好的去给家长、给孩子、给投资人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走下来问心无愧，我们走得很稳。合作下来，彼此打个分吧。满分几分啊？满分10分，满分10分。哦，满分10分。对，我给自己打7分。世明哥呢？给自己打多少？3分吧。为什么这么说？弥补他那3分。哦，弥补他。没有，我觉得我做的完全非常不够好，但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成长的可以有更高的空间。我觉得从一个运动员，他从一个默默无闻到站到最高力量，他一定是有周期性的。比如说我30多年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东西，我觉得我打3分就有点高了。这个做企业或者做商业，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有起伏期，它也有成长期，就是一个山谷一个山谷的。我觉得我可能最多才迈出第1步吧，但是我就打1分吧，可能这3分打的有点太多了。打拳和创业这2件事儿，哪个更难？您现在有什么新的答案吗？有，创业难。创业是一辈子的事儿，特别是我们这种已经有一定的曾经在某些方面成功过的，就有时候会盲目自信。顺势而为，作为一个新的创业者，我觉得每天都如履薄冰。我们现在只要活着就好。对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笑不活了，网友集体冲进冉莹莹账号评论区，各种神评涌现，太离谱！姐姐当家2一经开播又大爆了。而这一季影响流量的关键性嘉宾，自然是拳王邹市明和他的高学历妻子冉莹莹。其实一开始观众看到这样的组合，都以为他们要复制董璇与张唯一的路线。节目组将男方的缺点都呈现在镜头前，然后让广大网友批评指责，甚至是谩骂。骂着骂着，节目就能火了，这也是综艺常见的模式。但这一次邹市明却没有化身为节目博流量的工具人，准确来说，他确实挨骂了，但没有被骂太久。网友们就开始攻击冉莹莹去了。其实现在的观众看多了真人秀，也明白其中的小套路，而且大家对邹市明的滤镜还是挺重的，毕竟他可是中国体育历史上创造传奇的人物，他的财富名誉都是靠自己一拳一拳打来的，背后吃过多少苦可想而知。但节目组居然想要将他塑造成一个因为经商失败就不求上进的中年男人，真以为观众都是傻子吗？更离谱的是，这样丑化邹市明的理由就是要凸显他的老婆冉莹莹。没错，冉莹莹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曾经是央视财经主持人，算是很优秀的女性。但别忘了，他们家所有的财富都是邹市明拼来的，这其中谁付出的更多，一目了然吧。而且邹市明经商失败这件事儿，还真就不怪他一个人。原本他当年退役后是打算去体育局找个稳定工作，守着自己的上亿存款，就能一辈子吃穿不愁。可冉莹莹却非要让他从商，亲自替他管理这么多年的积蓄，用作各个方面的投资。一开始观众也都以为冉莹莹是精英理财女强人，结果投什么赔什么。再加上邹市明本身也不懂这些，拳馆亏损不少钱，夫妻俩7年就赔光2个亿，让观众瞠目结舌。本来夫妻之间就是要有难同当，总不能投资后赚钱了就是冉莹莹有本事，没赚钱就是邹市明不上进。节目播出后，网友都涌入冉莹莹社交账号的评论区，调侃道：差点就让邹先生躺平了，还好你努力了，有你在，邹市明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更有人讽刺地说，不要因为你的懒惰而焦虑，因为你不知道你勤奋起来会捅多大篓子。邹市明的实际经历告诉我们，选择一个对的伴侣是最大的投资。可见观众这心里都有杆秤，究竟谁的问题更大，大家都看在眼里。而且邹市明和孩子之间相处尴尬，确实缺少陪伴，
但没见冉莹莹出来调解一下双方的心结，她只会当着孩子的面调侃邹市明，从来没有这样过。明知道父子在一起吃饭会不自然，还要离开餐桌去楼上换衣服。冉莹莹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她很努力想要营造受害者的样子，给自己立坚强大女主人设，可她的种种行为又很难掩盖自己的虚荣心。还有在邹市明给她开车门的时候，冉莹莹也没有表现得那么开心，反倒是觉得不舒服了，要求对方自然一些。这也导致邹市明觉得面子过不去了，后面在饭桌上也一言不发，反倒是冉莹莹一个劲儿追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把人气走了，又开始独自喝酒，一副我好惨的表情。其实观察室里的嘉宾都是娱乐圈里混了很多年的老油条，哪里还不明白冉莹莹的小套路。张泉灵就指出，他之所以不想要邹市明变好，就是害怕大家都看到他的好，而忽略了冉莹莹受的委屈。你会发现冉莹莹特别矛盾，嘴上说参加节目是希望改变现状，想要看到老公改变，实际上邹市明变好才会给他危机感，因为这样他就不是受害者了，不能按照 MCN 给他立的人设走下去。但这才是最愚蠢的决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家能赚钱全靠邹市明这3个字，任何损害他名誉的行为都是损害自身的利益。冉莹莹该不会觉得可以靠自己打响一个 IP 吧？网友评价都很精准，你就说清华北大10年有多少毕业生，怎么跟在10年期间具备一定统治力的世界冠军比？而且冉莹莹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惨，跟邹市明在一起这么多年，她可吃到了不少红利。比如家里有数不清的鞋子，看数量比大 S 的鞋子都多，其中还有单价高达400万的高定款，更不用说许多爱马仕牌子的包包和衣服，一看就知道花了大价钱，甚至有些款式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就算是落魄的富家太太，那也比普通人生活好太多了。主要是冉莹莹前后不一的言论就让人生不起任何好感。她声称一家5口从豪华别墅搬入出租屋，每月水费控制在100元以内，可还是能跟孩子老公去马尔代夫体验最贵的游戏项目，而且她的天价鞋柜都是自己秀出来的，还直言这些是自己打下的江山，言语间不乏炫耀之意。说到底还是因为太虚荣了，想要从物质上证明日子过得好，又想要从投资方面证明自己有能力，可惜心比天高，却没有那个能力，终究是将自己的家产都要败光了。所以说邹市明和冉莹莹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口子的难处还是放在私下自己解决，别妄想让观众当判官，毕竟大家的眼睛都很毒辣，小心最后给自己坑进去。冉莹莹现在成为全网嘲讽对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还是希望邹市明能够早日站起来，找回当年打拳时的心气儿。即便回不到以前那种巅峰的状态了，起码从这个节目开始，他收获了一定的路人支持。以后想要从自媒体直播行业赚钱，并没有那么难做，前提是他能控制住自己这个喜欢败家的老婆，别让他继续消耗路人缘。那么你觉得这段婚姻中有问题的人究竟是邹市明，还是他老婆冉莹莹呢？中国网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像那个苍蝇的复眼一样啊，可以让人无所遁形。各位，你们觉得冉莹莹娘家是这个寄生虫这个说法合理吗？朋友们，点订阅，咱们下期再聊。